他被称为电影史上的咸鱼翻身。从一开始的文化垃圾以及10大烂片，到后来的思想前卫迎来逆袭，让无数80、90奉为不可磨灭的经典。尤其是这2巴掌，被网友戏称观赏性很强，艺术成分有9层楼那么高。如今高清修复版它来了，让我们重回《大话西游》，一起再温经典。500年前，孙悟空跟随唐三藏西天取经，结果由于他体内兽性未除，再加上生性桀骜不驯，不仅和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有染，还打算迎娶牛魔王的妹妹为妻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更是将师傅唐三藏当作贺礼，广邀3山5岳群妖同吃唐僧不老肉。这件事被观音菩萨知道后，追了他3天3夜才将其截获。可就在双方准备动手时，唐三藏却抢先一步开启嘴炮模式，围着悟空喋喋不休的言辞说教，超快的语速加上不断重复的话语，听得孙悟空脑袋都快炸了。干什么？放手！你想要啊？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？虽然你很有诚意的看着我，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。你真的想要吗？那你就拿去吧。你不是真的想要吧？难道你真的想要？好。很简单的一件小事，到唐三藏这里就变成了灵魂拷问，让孙悟空感觉耳边有无数只苍蝇飞来飞去，每天都经历这种抓心挠肝的恶心感，这才将唐三藏给送出去还自己一片清净。但观音菩萨却认为这是在狡辩，当即祭出一片柳叶无限放大，将孙悟空束缚成了一只粽子，随后收进玉净瓶中，准备替天行道。见此一幕的唐三藏赶紧出言阻止，表示一切都是自己管教无方才酿成今天局面，他愿意一命抵一命，换取孙悟空一条生路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我这样做无非是想感化人，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慧精神呢。唐三藏的慈悲为怀，给孙悟空争取到了轮回转世机会。转眼500年后，这一世的孙悟空是一个土匪头子，名唤至尊宝的他毛发浓密，靠打劫过往的行脚商人维持生计。可荒漠深处人妖交错，终究有些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，比如眼前这位不速之客，一开口就把众小弟吓得浑身乱颤。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，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女人名叫春30娘，她从菩提老祖口中偷听到孙悟空转世到附近一带，这就意味着唐三藏也会在附近出现，她便打算霸占这里得到长生不老。而另一方面，至尊宝在得知这位瘟神要鸠占鹊巢后，当即带手下去宣示主权，结果这个老六前段时间身中7伤拳，导致现在毒发变成了斗鸡眼。在闯进春30娘房间后，视觉模糊的他一斧子劈在柱子上，缓冲力直接送他进了水池当中。小弟们见状立马纷纷上前帮忙，而春30娘则是将红纱抛向空中，接着脚踩至尊宝脑袋，一脚踹飞前面一排小弟后，再次从至尊宝脑袋上借力跃起，以一记360度自由转体3周半，瞬间解决了所有虾兵蟹将。等至尊宝从水里爬出，一大票好兄弟已躲到了100米开外，他赶紧鼓舞众人不要放弃，只要齐心一鼓作气就能抢回地盘。不过至尊宝还是单纯了，春30娘只是说了一句求饶者不杀，这群墙头草立马对他感恩戴德。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，至尊宝看着春30娘眼神冰冷，果断行五体投地大礼表示臣服。可春30娘只是邪魅一笑，便让他们洗干脚底板一字排开。怎么会有块疤的？这不是疤，这只是泥巴。马上把它洗干净，不然我把它砍掉。帮主，他为什么看我们脚底板？幸亏只是看脚底板，而不是看屁股。你怕？是你怕，不是我怕。为什么？你屁股上长了那么多痱子，说不定他会说你屁股不干净，把它切掉。你怎么知道我屁股？瞎子说偷看你洗澡的时候看到的。啊？你干嘛偷看我洗澡啊？我不仅偷看你一个，所有人我都偷看过。原来孙悟空转世投胎改变了样貌，只有脚上3颗痣能证明他的身份。而此时的至尊宝机缘未到，除了脚毛比较茂密以外，其他处和正常人并无分别。随后春30娘占山为王，让至尊宝时刻注意过往的心愿，不管老幼全都要看完脚底板才能放心。这种奇葩的打劫方式可吓坏了过路的地主老财。抢劫什么？脚底板的，老爷没有脚啊，怎么办呢？然而这种无节操的做法令至尊宝一伙觉得颜面扫地，毕竟在土匪界他们也是前3的存在。于是至尊宝将明功改为暗算，让二当家达叔放毒烟迷晕春30娘。结果偷袭成功后，当场让春30娘显出了原形。眼看突然出现的庞然大物，吓得达叔一溜烟狂奔逃命。猪啊！蜘蛛啊！蜘蛛那么好大，你闯过来的？好大一只啊！这有多大？见到春30娘的新造型，至尊宝立马双掌倒立光速撤离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什么豪言壮语男人当家做主，在至尊宝这里已经沦为了一个笑话。但2只脚的速度终究没有8只脚的快。春30娘在追到至尊宝后，立即吐出蛛丝缠住其手腕，而至尊宝眼见春30娘力道越来越大，索性用牙咬住蛛丝去捡地上斧子。
不过每次都只差那么一点点，并且这时大蜘蛛开始缓缓走来。至尊宝想逃，却发现蛛丝卡在了牙上，于是果断拿起石头猛 K 自己脸颊。在蜘蛛的大爪子挥来前1秒，这才终于砸掉牙齿，躲过致命一击。本以为就此逃过一劫，可不料春30娘又吐出大量蛛丝封路，直接把至尊宝粘在蜘蛛网上，无法动弹。在变身后的大蜘蛛眼中，这无疑成了一道美食馋的口水横流。好在这时好兄弟们赶到，结果看见至尊宝粘在蜘蛛网上后，前面什么都没有，大家快回头！谁说的？那不是帮主啊！那是帮主！没见啊！哎，前面那是帮主啊！达叔作为山寨的2当家，本想浑水摸鱼打退堂鼓，却反被众人给推出去救老大。而这时瞎子持刀赶到，一刀砍断蛛丝，救下了至尊宝。巧合的是，春30娘这时下坠扑了个空，刚好被达叔抱住，就开始一路狂奔，直到绕着山寨跑了36圈，达叔才发现怀中所抱非人，当即停下来一声惨叫，其他人这才纷纷有机会上前帮忙。好在误打误撞下，火把克制住了大蜘蛛的进攻，他不再和众人过多纠缠，转身撞破墙壁后藏了起来。可这群老六还以为大蜘蛛怕了，一个个尾随其后，想将其烤成地瓜。与此同时，被吓麻了的至尊宝正猫着回屋，结果却被达叔误认为春30娘还有同党。这里还有一只啊，这只小一点。啊！还跑！接着达叔一斧子竖劈而下，差点要了小至尊宝半条小命。而随后一块黑布又把至尊宝盖了个严严实实，剧烈的疼痛导致他在地上乱爬，跑进了手下们的包围圈。这下可好，好兄弟们不分青红皂白，对着黑布就是一顿无差别暴力输出，当场将至尊宝给揍晕了过去。达叔更是玩了一手斩草除根，用火点燃了至尊宝身上黑布，也因此炙热的高温将至尊宝给疼醒，当即发出一阵阵凄厉惨叫。众人才察觉黑布下面的人是帮主，赶紧想办法救活。可此地常年干旱，一时间根本无法集齐水源灭火。达叔立即心思一转，示意至尊宝躺下后，开始利用踩踏阻拦空气灭火。不过这个方法就是有点耗费体力。达叔在踩了9981下后，终于将火苗全部完美压灭。要不是至尊宝是孙悟空转世，估计达叔今晚就可以顺利转正。而很快，达叔就迎来了至尊宝的秋后算账。瞎子这才突然发现，至尊宝所中的7伤拳居然痊愈了，不仅斗鸡也没了，就连倒立行走也恢复了正常。随后经过分析，可能是以毒攻毒，意外解了7伤拳的毒。念在这一功劳，瞎子表示达叔的失误可以既往不咎，并且还对着至尊宝撒娇卖萌求情。见瞎子这么娘里娘气，至尊宝气的肺管子都快炸了，当即一巴掌呼了过去。